迷雾中矗立着一座阴森的古城，男人在黑暗中大声呼喊着女儿的名字，面前青光乍现，一个红发獠牙的神秘图腾出现在他面前。男人名叫关宁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梦到这些画面。骤然清醒后，他大口喘着气。自从女儿小橘子被拐走后，关宁便踏上了漫漫寻亲之路，一路上风餐露宿，如今俨然成了不修边幅的叫花子。四处打听后，关宁来到了临江，据说人贩子这几日会打这里经过。关宁往嘴里塞了一口方便面，远处的公路上驶来一辆货车，这就是他苦等的人贩子。关宁身怀投掷绝技，一颗普通的石头在他手里就是致命武器，石块裹挟着巨大的力道砸向车子，结结实实的砌进了玻璃。受到惊吓的人贩子手足无措，惊恐之余开着车撞向路边的山体，一个人贩子推开车门摔了下来。关宁抄起一根木棍快步上前，将人贩子狠狠揍了一顿，拿出小橘子的照片质问他将人拐到了哪里。这时人贩子的同伙在背后给了关宁一闷棍，关宁栽倒在地，两个人贩子互相搀扶着溜之大吉。车厢里传来动静，关宁打开门，里面是人贩子拐来的孩子。关宁查看一番，却不见小橘子。不久后警察赶到，关宁被当作人贩子抓了起来。他在警车上睡了过去，梦到小橘子被古城中的怪物掳走。清醒过来的他冲出警车，坐进了路旁一辆黑色轿车，这辆车似乎正在等他。关宁上车后，驾驶座的女人就一脚油门开了出去。没等他询问对方的来历，女人便不疾不徐地说起了关宁的身世，甚至连他梦中那座城都一清二楚。女人表示跟自己走可以找到小橘子。关宁瞬间被捏住了命脉，他顾不上害怕，也不打算探究对方的底细，只要能找到女儿上刀山下火海也未尝不可。这个女人名叫图灵，盘量调顺，身手一流，是阿拉丁集团总裁李牧的左膀右臂。图灵带着关宁回到集团，表示可以帮他找到小橘子，并且目前已经将范围缩到了最小，只要做个 DNA 比对就能有结果。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关宁必须帮集团做一件事。说完，图灵抬手看了看表，将画面切到一个直播中。直播的男孩戴着狐狸面具，操着一口重庆话，正绘声绘色地讲着自己的小说。茂密的原始丛林中，少年空文被追赶至悬崖边，走投无路时，姐姐出现，嘱咐他往西跑，随后头也不回杀向了追兵。这些追兵是赤发鬼派来杀姐弟二人的。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后，节节惨败，放心不下的空文折返回来，发现姐姐死在了对方头领手中，头领亦身受重伤。怒火中烧的空文选择了补刀，头领虽死，他身上的黑甲却像有了生命般，一片片脱落附在了空文身上，和他的血肉粘连在一起。黑甲活了，一只眼睛滴溜溜地打量着四周，对于空文凡人是神的想法似乎十分感兴趣，提出带他一起去看热闹。空文望着远处金光笼罩的云层，云层中是一座宏伟又奇异的城池，那里是冉良国的黄都云中城。赤发鬼就盘踞在进攻的山顶上，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头顶的就伤崩裂开来，剧烈的疼痛让他难以忍受，高大的身躯重重倒下。故事说到这里，正在台上开宣讲会的李牧也应声而道，原来这就是他们找来关宁的原因，要求他去杀掉小说家陆空文。因为李牧察觉到他的小说似乎影响着现实世界的自己，以至于威胁到他的生死。关宁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，但他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李牧相信。他要求关宁3天之内到两江除掉陆空文，并将自己每天做的梦记下发回。于是关宁为了找回女儿接下了这个任务。前往两江的途中，他收听了这个神秘的小说。直播结束后，关宁也到达了目的地，他按照地址找到了空文，并开始跟踪他，寻找合适的机会。这一路下来，他发现空文就是个傻孩子，出门和小孩踢足球，球技很臭不说，还耍赖，到了饭点就在妈妈上班的地方蹭一顿。紧接着他又跟着空文来到一家旧图书馆，刚进门就发现对方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。关宁为了缓解尴尬盘起了手里的石头。空文问他为什么跟着自己，关宁只能谎称是他的粉丝。空文顿时来了精神，坐在关宁身边喋喋不休，问他有没有结婚，从哪里来。没等关宁回答，又问他喜欢自己哪本小说哪个人物。关宁提到了弑神和主角少年空文。空文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，看来他要写的白汉方那位新人物不太有趣，那是个被蒙住一只眼睛看不清楚真相的角色。这时图灵打来电话，让关宁速战速决，不要和空文唠嗑。关宁接个电话的功夫，空文就离开了。他急忙追了出去，问空文刚刚提到的白汉方是谁。这时身后驶来一辆车，空文急忙拽着关宁躲闪，两人摔下了楼梯。司机下车道歉，还表示自己已经叫了警察。关宁看到车身上的神灯标志，马上明白这是阿拉丁集团派来的人，于是便匆忙逃离了现场。遗落的笔记本被空文捡起，笔记本记录着关宁的梦境，和空文的小说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空文看过后大受启发，当晚便文思泉涌，写了主角到达云中城的故事。少年空文来到黄都，街上人头攒动，似是在过节。黑甲告诉他这是准备开战，云中城本有18方，在赤发鬼的蛊惑下自相残杀，如今只剩烛龙和白汉两方，今日就是进攻白汉方的日子。少年空文看着周围的人，他们脸上带着诡异的癫狂，傀儡般攻入白汉方，周围喊杀声震天。少年空文像个异类般被人潮推着前进，白汉方最终被攻陷。翌日，空文找到关宁，将笔记本还给了他。
关宁打算找个人少的地方杀掉空文，便提出请他带自己到处转转。空文丝毫没察觉到关宁的杀心，絮絮叨叨地说起了自己如何爱上写小说，又是如何一写就是6年，女朋友写没了，毕业证也写没了。关宁听到这里似乎能感同身受，他也找了女儿6年，工作找丢了，老婆也找没了，别写了，没希望了。关宁这话像说给空文，更像是说给自己。空文则表示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他都相信自己能做到，只有一直写下去，他活着才有意义。两人走到一个被爬墙虎淹没的旧楼面前，空文灵感迸发，借了关宁的本子奋笔疾书。一队红甲军出现在街道，人群顿时一哄而散。寂静的街道上只剩一个小女孩，她费力地拖着哥哥的尸体，防备地看向朝这边走来的空文。空文表示自己没恶意，两人一起埋葬了女孩的哥哥。空文询问那些红甲军是什么人，女孩告诉他那是赤发鬼的亲兵，不打仗的时候全城宵禁，不听话的会没命。说话间太阳西沉，女孩吹起了父亲留给自己的竹笛，一个红甲军被引来，空文拉起女孩逃命，直到眼前没了退路，他只能拿起刀保护女孩。红甲军被砍伤，他一步一步朝着女孩的方向走去，似乎从一开始目标就不是空文。这时天色变暗，红甲军像没了电的机器人一样倒在地上。女孩向空文讲起了云中城的故事。很久之前，皇帝有2个最得力的将军，分别是赤发和九天，这2人是结拜兄弟，共同辅佐皇帝。后来皇帝一直没有上朝，朝政被赤发把持，他还杀掉了那些说皇帝已死的百姓。得到消息的九天来到黄都，要求面见皇帝，赤发威逼利诱让他不要管这件事。后来2人打了起来，九天也被杀害。此后在赤发鬼的统领下，城中18方互相残杀，一时间民不聊生。再后来，女孩的父母出门找吃食，也许是误了宵禁，总之再没回来。2人说话间，一伙暴民闯了进来，要将空文和女孩斩草除根。身上的黑甲在这个时候睁开了眼。写到这里，空文停下了笔。与此同时，现实世界的关宁脑海中闪过一个画面，正是空文拉着女孩奔跑的背影。躲在暗处的关宁将空文砸倒在地，正要上前补刀时，被一阵歌声吸引。这首歌他从前经常唱给女儿听。关宁顾不得空文，一路追着歌声，发现了树下的小乞丐。他焦急地质问小乞丐这首歌从哪儿学来的。被吓到的小乞丐撒丫子就跑。关宁一路追着他来到夜市，在这里发现了人贩子，他怒不可遏，将其砸倒在地，掐着他的脖子问自己女儿到底在哪。人贩子结结巴巴地说，当时小橘子被他灌多了药，眼看活不成，他就将人扔在了路上。关宁痛苦万分，狠狠地掐着人贩子的脖子。路人们纷纷拿起手机拍照，图灵及时出现带走了关宁。关宁问图灵，那个5个孩子里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自己女儿？他彻底失去了希望，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杀掉人贩子，为女儿报仇。此时人贩子在集团手里，图灵表示会把他送到警察局。关宁却提出用陆空文换人贩子，他要亲手做掉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。关宁离开后，图灵问李牧那些孩子是不是假的，李牧满不在乎地表示当然是假的，一个6年都找不到的孩子自己上哪儿找去。图灵闻言，心里的天平渐渐偏向了关宁。关宁打电话给空文，问出位置后，2人在天台见面。空文似乎仍对关宁没有什么防备之心，他站在台子上说起自己不知道被哪个神经病砸晕，有一瞬间真的希望就这样死去，也好落得轻松。可惜的是，关宁那个人物还没有写完。关宁停下了想伸手推空文一把的动作，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。空文将笔记本递给关宁，说是受他启发写了个红甲军的人物。关宁翻看后大惊失色，这一段的内容在他脑海里出现过，自己和人贩子打斗的伤口也正吻合了红甲军被空文砍到的那一刀。最离奇的是，书里的女孩也叫小橘子。种种巧合都让关宁不得不相信，也许小说真的能改变现实。空文正在琢磨被暴民围起来的空文和小橘子如何脱身。关宁提示他那个会说话的黑甲到底是哪一头的。空文恍然大悟，他激动地站起身，开始构思之后的故事。面对凶悍的暴民，少年空文心跳加快。黑甲醒了过来，他不能失去这个可口的小肉丸子。于是黑甲为了口吃的献出本体，大开杀戒。杀光暴民后，黑甲发现空文的一举一动似乎牵动起了自己的身体。他活了400年，没想到会被人控制。空文也开始动手动脚的试探，控制着黑甲将刀插向自己。黑甲一边嚎哭一边吐出黄色的血，暗骂人心险恶。空文伸出手让他回到了自己身上。此时现实世界的关宁改变了主意，他要让空文将小说写下去，让女儿在小说中活下来。空文提出让关宁给自己提供灵感，于是2人回到了他家。这时图灵也找上了门，他打算亲自杀了空文，却在动手前无意中听到2人的对话。原来空文的父亲和李牧是好友，2人合伙开了公司，后来出了事故，空文的父亲就这样没了。图灵这才知道真相，他问李牧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杀空文，空文的父亲又是怎么死的。李牧没有回答，图灵便单方面宣布自己要退出，结果准备离开时被一个男人电晕过去。家里已经不安全，关宁和空文来到图书馆楼上，李牧也派了一个不怕电的和一个特抗揍的来除掉2人。关宁在1楼防守，空文在2楼写小说。他的故事里，小橘子带着少年空文来到宫殿山，顺利进入大殿，直面赤发鬼。赤发鬼是个眉心插着一把刀的庞然大物。空文也从他口中得知自己的父亲就是九天。
那个被赤发鬼杀死的结拜兄弟。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，即便有黑甲的帮助，空文仍不是赤发鬼的对手。几个回合后，黑甲为救空文被碾成了粉末，小橘子也被赤发鬼伸出的触手拽向他腹部的大口中。与此同时，现实世界的关宁和醒过来的图灵并肩作战，费尽力气阻止了不怕电和特抗揍。一个长着猫眼的男人却趁他们不被捅伤了空文。空文被送到医院，李牧胜券在握的来验收成果。原来书里一直有小橘子这个角色，被李牧做了手脚，刻意向关宁隐藏。他打的就是利用关宁杀死空文的算盘，小橘子就是他为关宁准备的杀人动机。一切顺理成章，没有人会怀疑到他头上。关宁不在乎，他仿佛已经陷入了自己的世界，坚信那些梦是书里的小橘子在向自己求救。他要继续帮空文写完小说，让小橘子活下去。李牧出手阻止，被图灵一巴掌掀翻。他倒要看看李牧会不会真的被写死。故事继续，整个小说画风突变，只听天空一声巨响，红雾中老爹闪亮登场，化身红甲军的关宁端着一个冒蓝火的加特林杀了出来。情节夸张但可以理解，毕竟关宁不会写小说，打的主意就是要救出小橘子，哪管什么逻辑不逻辑。一番打斗后，关宁和空文携手除掉赤发鬼，并救出了小橘子。现实世界里的他也如愿见到了跟在小乞丐身边的小橘子，李牧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，一切终于落下帷幕。